明天公司要空降一个新总监，听说是个查考勤精确到秒的变态，这哪是人啊，绝对是个毫无感情的冷血 AI。小学弟，要是他有你一半乖巧听话就好了。姐姐我啊，明天就要去直面赛博活魔王了。听说没？新来的那位陆总早上在1楼大堂，仅凭一个眼神就让前台的莎莎把美甲给抠了，魔王级别。今天开会你千万别往枪口上撞。曼姐，我今天特意穿了隐身色系，主打一个查无此人。市场部全体新人，3分钟内到1号会议室。谁要是让新总监等，这个月的绩效评优就直接出局。我是陆谨言，从今天起，市场部的所有最终决策由我接管。在核对报表前，我需要澄清一件事。昨晚我听说有人觉得我是查考勤精确到秒、毫无感情的冷血 AI。很遗憾，我可能比 AI 更懂得如何记仇。配合陆总雷霆节奏，本季度所有新人 KPI 追加50%。不急，那个一直低着头企图遁地的留下来整理会议纪要，其他人散会。特长是共情力强，善于倾听和开导他人。那是上大学时为了凑字数瞎写的。陆总，我会打字，打字特别快，1分钟能敲80个字，绝不耽误您的会议纪要。是吗？希望你的工作能力能配得上你在线上的活泼。出去吧，纪要下午下班前发我邮箱。好的，陆总。绝了！姐妹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抢了陆魔头的初恋？他刚才那眼神绝对是在单方面针对你。别说了，曼姐，我现在觉得我连下午的太阳都见不到了。许云还把 KPI 加了50%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我赌10块钱，他已经在计算裁掉你的 N+1成本了。不行，我得去寻找一点精神慰藉。狗老板欺人太甚，许云那个马屁精更不是东西。小学弟，姐姐今天教你个职场保命法则：遇到不合理的剥削，千万别忍气吞声。以后你老板要是敢无理取闹，千万别客气，哪怕表面装怂，背地里也必须阴阳怪气回去。人善被人欺，懂吗？让我别客气。林雨桐，教我造我的反，你胆子真是不小。我不要听任何过程和借口。昨天说的追加50% KPI， 今天下班前我要看到你的细化方案。做不到的，趁早自己去人事部领离职表。陆总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我正在给新人们施压，绝对保证本季度业绩。许经理，百川集团雇佣员工不是为了搞这种不合理的剥削。陆总，这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潜能。靠压榨出来的潜能毫无价值。从今天起，废除超额 KPI。作为管理者，如果只会无理取闹，下属哪怕表面装怂，背地里也会阴阳怪气。我不需要这种无效管理。你看公司八卦群了吗？前台莎莎疯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陆魔头居然主动砍 KPI， 他这绝对是在酝酿更大的阴谋，准备把我们一网打尽。小童，看你一早上愁眉苦脸的，当当当，我刚去楼下买咖啡，顺便给你带了你最爱的抹茶慕斯。嘘，星驰，你小点声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要是被许经理或者陆总看到，就死定了。是吗？看来你还知道公司规定。陆总您别误会，我就是看小童整理数据太辛苦了，送个大脑补给。违规串岗，工位禁食。设计部现在闲到要来市场部扶贫了吗？东西交出来。高宇，记下来。设计部贺星驰无视纪律，扣除本月部门绩效2分。好的，陆总，已记录。另外备注：诱导市场部新员工违规。林雨桐，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员工把精力浪费在吃甜点和交友上。完了，小童，我彻底看明白了，陆魔头绝对是在单方面针对你，连别人送你块蛋糕，他都要连坐扣绩效，他这是在断绝你的职场人际关系，逼你主动辞职啊！
只要我不发消息，这就只是个巧合。封印解除之前，妖魔鬼怪，现在只想保住这份工作。姐，陆总，这是您要的会议纪要。另外，我看您早上开会太辛苦，特意去茶水间给您泡了新倒的红茶，您润润嗓子。无事献殷勤。林雨桐，你早上不是还觉得我取消 KPI 是在酝酿阴谋吗？怎么可能？陆总，您今天早上截取决断，您取消的不是 KPI， 更是我们市场部新人的心魔啊！有您这样的领导，是我们三生有幸。既然你这么崇拜我，那以后的私人汇报你就每天亲自送上来。毕竟我很喜欢你这种表里如一的顺从。陆总，顺从是我们市场部员工的底色。您的茶送到了，我这就滚下去继续发光发热。既然要发光发热，不如从现在开始。刚才开会领带有些紧了，帮我重打一遍。陆总，这不在我的岗位职责说明书里啊。怎么，刚才的三生有幸只是随便说说的？能为陆总打领带，是我祖坟冒青烟。你想勒死我？对不起，陆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单身20多年，只给楼下的金毛犬系过狗绳。出去。高特助，您在门口计时呢，陆总在里面给新人训话。徐经理好，我只是在记录一项重要数据。什么数据？记录老板借职务之便调戏下属，时长3分25秒，失败原因下属企图谋杀。活下来了，活下来了！差点就成了百川集团第一个因为谋杀上司被带走的实习生。怎么样？去总裁办送个文件，怎么跟上了刑场一样？陆魔头是不是对你发难了？曼姐比发难更可怕，她让我给她打领带。你打我干嘛？姐妹，你糊涂啊！这绝对是资本家的终极服从性测试。他先是在精神上打压你，现在又在肉体上折辱你，把你当生活助理使唤。他就是想逼你自己辞职，好省下一笔赔偿金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喂，老纪，怎么样？我前天让你查的那个旧手机的基带异常有结论了吗？林雨桐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你那个破手机能扛5年已经是医学奇迹了，这叫半导体物理降解，懂吗？说人话。人话就是主板老化，电池轻微膨胀，基站频度接收模块已经处在报废边缘，最多还能再发送或者接收最后几条短信，一点修好的可能都没有啦。修？你不如直接烧纸给他比较快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那所谓的跨时空通讯马上就要彻底断联了，赶紧跟你的赛博男友说拜拜吧。反正也要报废了，死也要死个明白。如果真的是他，大不了我连夜买站票逃离这座城市。平时穿的跟黑客帝国一样冷血无情，只要指令够离谱，如果是巧合，他绝对不可能照做。小学弟，姐姐最近觉得职场太压抑了，急需一点可爱的元素治愈一下。明天你能不能带一条卡通小黄鸭的领带去上班？就当是为了我。卡通小黄鸭。小童，你昨晚去偷公司保险柜了，这眼圈，不知道的以为你被陆魔头吸了阳气呢。你在看什么？在看我的死期，或者我的新生。我去，我是没睡醒吗？我就知道。这是什么奇葩审美？
林雨桐，算你狠。巧合，绝对是巧合。他堂堂一个跨国集团总监，怎么可能听一条神秘短信的指唤？也许今天就是流行小黄鸭。陆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在测试我们屏幕的防水性能，非常完美。林雨桐，你的测试方法总是这么别出心裁。您今天这身打扮真是别具一格，这条小黄鸭领带完美中和了您严肃的气场，显得既活泼又充满亲和力，完全彰显了我们市场部需要的年轻创新精神。许经理，如果你有精力研究我的领带是不是活泼，不如回去把你那份逻辑不通的 Q2 报表重写3遍。我的领带提高不了你的 KPI。是，我马上改。哥，小姨让我给你送体检报告，我去。送完文件赶紧滚。我去，哥，你这禁欲系精英人设崩了，居然系这种领带！哥，你受什么刺激了？你5年前可是个连条纹花色都不穿的重度强迫症啊！那时候穷的叮当奖还要买纯色黑领带，今天居然带鸭子！高宇，送客。表少爷请吧，再不走，陆总就要用小黄鸭勒死你了。鸭子就是很奇怪嘛，5年前那会儿可是连个笑脸都不给。5年前，强迫症，不穿花色，还有昨天的原话复述，废除超额 KPI。赛博活阎王，就是我的神仙学弟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！我教我的老板造他自己的反，还让他当众带鸭子。他不仅比 AI 记仇，他还是个隐忍了5年的活阎王。死定了！他连5年前少喝一杯全糖奶茶都能记到现在。我刚才让他带小黄鸭，他一定会把我发配去非洲挖土豆的。你是属鸵鸟的吗？给我出来！曼姐，你不懂，我这不是地下工作，我这是在选风水宝地，准备入土。那边的几个新人，不要以为陆总今天免了你们的超额 KPI 就可以懈怠。报表都核对完了吗？10分钟后我要看到成稿。老纪说这破手机撑不了几天了，只要我不再发消息，这段孽缘就彻底断了。怎么显示着5年前的日期？2018年11月14日，就是今天。5年前的神仙学弟马上就要被滚水烫伤，那道恐怖的疤就是今天留下的。可是那是一锅滚开的水啊！他当时还在读大学，连去医院的钱都是借的。你到底在看什么啊？这手机里藏着陆总的帅气照片吗？不管了，火阎王也是肉长的。小陆，让一让，加汤了！哎呦，躲开！小陆，小陆，你没事吧？烫着没？是学姐的信息帮了我。你终于还是出手了，我的神仙姐姐。进。陆总，这是您要的下阶段市场预热方案，许经理让我拿给您过目。我就看一眼，就看一眼。要是他手上的疤还在，说明这破手机根本改不了现实，一切都是巧合。
林雨桐，这份方案的亮点是写在我的手背上。没有，我只是看您的袖口很特别，对，很特别。是吗？那你的视力可能需要去行政部报销一副老花镜了。陆总，方案我已经放您桌子上了，外面还有很多工作，我先出去了。林雨桐，你刚才盯着我的手看，眼神那么震惊，你是不是在奇怪这里原本应该有东西，我现在却不见了？陆总，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。您的手很好啊，能有什么？比如一道被滚水严重烫伤的很丑的疤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不是巧合，旧手机真的能改变过去。这个心狠手辣的赛博火焰王，就是5年前那个纯情小学弟。我刚才还盯着他的手看。林雨桐，你在害怕什么？陆总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许经理让我10分钟内交报表，我得回去干活了。报表不急，我们可以先聊聊那道不存在的疤。陆总，我真的要回去做报表了，许经理会骂死我的。再见。跑的倒是挺快。小童，你这是去楼上送方案，还是去楼上送命了？说话呀，姐妹！陆魔头刚才在办公室里对你干什么了？你这脸色白的跟刷了墙漆似的。曼姐，我完了，我招惹了绝对不该招惹的人。好啊，我就知道那个冰块脸没安好心，是不是借着看方案的名义对你动手动脚了？没有，你别瞎说。你别怕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长得帅也不能为所欲为。走，姐带你去人事部投诉他。咱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大不了拿 N+1走人。曼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去，他没骚扰我，是我以前单方面戏弄了他。你是在梦里教他打军体拳，还是在现实中扒了他的高定西装？现在知道怕了，神仙姐姐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，赶紧把报表做完。只要你工作上挑不出毛病，活阎王也拿你没辙。工作上挑不出毛病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报复我当年对他的温水煮青蛙。小童，你在这儿啊？小童，市中心新开了一个现代艺术展，据说特别难抢票。我朋友刚好给了我2张，这周末你有空吗？一起去放松一下。周末？对啊，只要熬过今天，周末我就可以躲在家里，不用面对那张催命的脸了。去艺术展也能换换脑袋。陆总好。林雨桐，在，陆总。下阶段市场预制方案的核心数据需要重组，考虑到你对项目不够熟悉，为了不影响跨部门进度，这周末你留在公司协助我加班。陆总，小童只是个新人，周末加班这种重活，要不我周末也来帮忙吧，反正我也没事儿。设计部很闲吗？既然贺先生这么有空，高特助在。陆总，把设计部下半年的预算方案退回去，让他们这周末重新做一份更饱满的交上。周6早上9点，总裁办，不要迟到。别人周末去艺术展，我周末来给活阎王当祭品。陆总早，市场部林雨桐前来报道。坐。陆总，请问需要重组的核心数据在哪里？我带了 U 盘。不急。高宇。高特助，公司现在裁员，都流行先给吃断头饭了吗？据我所知，公司没有这项预算，这是陆总的私人安排。如果您需要，我可以提前为您准备好 N+1的离职协议。吃。陆总，我不饿，我真的不饿，我可以直接开始干活的，我1分钟能敲80个字。我不喜欢重复同一句话，吃完
才有力气重组数据。味道怎么样？符合你5年前说过的这辈子一定要吃一次的标准吗？陆总，您记错了，我5年前根本没吃过龙虾。是吗？那小学弟当年可是把你的每一句话都当真了。我吃饱了，我这就去工作。林雨桐，你在趁机占我便宜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赔，我砸锅卖铁赔您的衣服。这件衣服面料特殊，不能机洗，不能干洗。那要怎么洗？手洗。既然是你弄脏的，林小姐全负责，应该没有异议吧？加我，周末我会把衣服送到你家，或者你来我公寓取，洗漱过程我要随时跟进。很好，周末愉快，神仙姐姐。姐妹，你这什么情况？这袋子里的料子一看就贵得离谱，你周末真去抢银行啦？比抢银行还可怕。这是陆魔头陆总的西装，他让我全负责手洗，还要我随时向他汇报进度。手洗高定，陆魔头是不是有病？不对，他这是在做服从性测试的终极版，他想逼疯你，好让你自己辞职，省下 N+1。小童，早啊！你们在聊什么？哎，这是要送洗的衣服吗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件弄脏的外套。男士西装啊，交给我吧，我正好办了楼下那家顶级干洗店的至尊黑卡，我周帮你拿去洗，保证1天之内给弄得平平整整。不行，这衣服面料很特殊，绝对不能干洗，也不能机洗。哪有不能干洗的西装啊？肯定是干洗店的设备不够好。你别跟我客气了，就当是为了弥补周末没能一起去看画展的遗憾。陆总早，我只是看小童太辛苦了，想帮他个忙。这件衣服确实不能干洗。贺设计师看来很清闲，设计部下半年的预算方案，你重做的那16本，已经让你们总监满意了吗？还没，我这就回去改。林小姐，我的衣服我不希望沾上其他男人的味道。既然你不想带回家洗，那就等下班后来我的公寓洗。不用了，陆总，我带回家，我一定亲手用力仔细的洗。很好，我等你的微信汇报。以上就是本季度跨部门合作的核心问题。我不看过程，我只要结果。但是在推进这些工作之前，我必须强调一下部门内部的纪律问题。我们市场部是公司的先锋，不是某些新人用来交友联谊的俱乐部。有的人上班时间不钻研业务，反而跑到茶水间和其他部门的男同事拉拉扯扯，作风轻浮，这严重影响了我们部门的专业形象。林雨桐，说的就是你，别以为之前取消了 KPI 你就可以懈怠。如果你连基本的工作态度都没有，我不介意在你的转正评估上写上不合格。许经理，你似乎对我的员工有很大意见。陆总，我是为了部门的风气着想，新人还需要磨练，我会盯紧他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林雨桐的工作表现，全公司上下只有一个人能评价。是，陆总，我明白了。完了，赛博火焰王这是连我的裁员权都要亲自垄断啊！他绝对是想留着我慢慢折磨。散会。姐妹，你给我透个底，你是不是抓住了陆总什么致命把柄？他刚才护你的那个架势，活像是护食的老虎。我要是说我5年前教过这只老虎怎么咬人，你信吗？你编，你接着编。不行，他这么忽冷忽热的，简直像在玩猫鼠游戏。纪远说过，这破手机最多还能发几条短信，我必须试探出他的底线在哪儿。很热情的追求者，挺可爱的，谈恋爱试试。想都别想。陆总，需要叫保洁来清理一下凶案现场吗？高宇，通知后勤部，您吩咐，以推进核心项目为由，把林雨桐的工位连人带桌子立刻搬到我的办公室来。好的，陆总，需要安排在哪个角落？放在我一抬头就能看见的地方。我要他24小时都在我的视线之内。
兰姐，这算不算工伤？姐妹，这叫满门抄斩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再往左边挪3厘米，对，这样刚好在陆总视线的黄金分割点上。坐下吧，林雨桐。陆总，我其实在外面也能很好的推进核心项目，这里的风水可能不太旺我。没关系，我旺你。小童，林雨桐，高宇，开门。高特助，我来找林雨桐对一下 Q3的设计物料，这是跨部门合作申请单，整整20份，绝对合规。林雨桐，坐下。宣传册底色确认，这种事也需要市场部的人亲自对接。陆总，细节决定成败嘛。小童眼光好，我想多听听他的意见。既然贺设计师这么有闲情逸致抠细节，正好。高宇，在的陆总，把江北张总那个重做过8次的游乐园项目全部移交给贺新超，没有张总的最终签字，他不准踏入百川大楼一步。不是陆总，那个张总他要五彩斑斓的黑啊！我贺设计师这边请，后勤会帮您打包去江北的行李。他连我的财源权都要亲自垄断，他这绝对是要把我留着慢慢折磨。在看什么？储备粮？没看什么，我在查核心项目的数据。对，数据。林雨桐，你刚才用那部破手机发短信说，有个很热情的追求者，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在哪儿呢？那个很热情的追求者，我怎么没看见？没谁，陆总，那是我在背诵营销案例，对，无中生有，模拟受众心理。是吗？模拟受众心理需要用到单身这么久，要不要谈恋爱试试这种话术？小童，江北张总那个五彩斑斓的黑我搞定了，我趁午休赶回来的，送你。贺新池，我似乎说过，张总没签字之前，你不准踏入博川大厦半步。陆总，张总去吃饭了，下午才签。我这不是想着上周的艺术展门票没送出去，今天正好补个花。小童，这个花特别配你，我想请你。高宇，陆总，我在。启动1级加班预案，把门锁死。今天市场部核心数据重组不完，谁也不准出去。另外，闲杂人等清理出去。收到。1级加班预案已启动。根据公司安全管理条例，非本部门员工不得在加班期间逗留。这束花，如果您愿意，我可以代为扔进有害垃圾。我放这儿，我不打扰了。小童，我微信找你。门锁了，这火焰王打算关门打烊了。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去哪儿？去洗手间。热情，可爱。林雨桐，你刚才短信里说的想试试的追求者，就是那个连预算报表都做不平的贺星驰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陆总，您误会了，贺星驰就是个弟弟，我对他绝对没有非分之想。不是他，那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让你单身这么久？想谈恋爱试试？说，你的择偶标准到底是什么？小奶狗，我只喜欢那种性格温顺、绝对听话、永远不会冲我发脾气的小奶狗，要温柔体贴，要每天笑脸相迎，绝对不能是那种冷冰冰的、动不动就扣绩效的、掌控欲极强的霸道类型。暴君，拿上你的包，跟我走。
去哪儿？高特助不是说启动1级加班预案了吗？老板带头早退，不行吗？陆总，不行啊，外面还有那么多同事看着呢，而且我的报表还没……温顺、听话、不发脾气，要求还挺多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学。从今天开始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小奶狗。完了，赛博火绵王不仅记仇，他还会变异。小童，你这是小脑萎缩了还是狂犬病发作了？怎么走路自带机械舞音效？曼姐，比狂犬病更可怕。火阎王昨晚说他要学做小奶狗。怒魔手，小奶狗，他这是准备在咬死你之前先舔两口。陆总早，我咖啡接满了，不打扰您视察工作，我先去赶报表了。陆总早，我马上就回工位。跑什么？不是说喜欢性格温顺、绝对听话的类型吗？水温45度，刚好入口，还需要我帮你加点蜂蜜吗？不用了，陆总您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来。哥，我没零花钱了，今天中午我要吃你们公司楼下的高档日料。表少爷，如果您只是来蹭饭的，我可以现在就为您预定楼下的日料，并打包送走。高特助，你别管我，我就在这等我哥，顺便和雨桐姐聊聊天。雨桐姐，你别看我哥现在这副赛博火焰王的样子，其实他以前可惨了。是吗？陆总看着就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。什么金汤匙啊？5年前他家里出了大变害，他直接净身出户，穷得叮当响。那时候他在大学城那个破面馆打工，连吃了1个月的泡面，胃都快饿穿了。5年前面馆？对啊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抑郁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每天半夜下班就抱着一部破手机坐在路灯底下傻笑。那时候那部手机就是他的命，我碰一下他都要发火，我都怀疑手机对面是不是有什么神仙姐姐在给他续命呢。他居然当真了。小学弟，对不起，以后姐姐不在，我们以后前总是胡乱叨了。你很棒，一直都很棒。少糖常温，你最喜欢的口味？真的是少糖常温，连这个细节都记得，真的是他。姐妹，什么情况？陆魔头亲自给你送饮料，他这是在给你灌什么土真剂吗？曼姐，如果我说火焰王就是我那个网恋对象，你会信吗？你要是被他逼疯了，就直说，我这就带你去人事部走 N+1流程。嘘。喂，老季。林雨桐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那个手机的电池已经出现严重物理膨胀了，基带模块马上就要彻底报废。彻底报废？那还能用吗？最多还能发送或者接收最后几道短信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一块废铁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这叫半导体物理象化，懂吗？你要是有什么遗言，赶紧发。既然要断联了，那就当面做个了断吧。小学弟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条短信了。今晚8点，大学城老街秘密碰碰地点，我们见一面吧。陆总，今晚和华尔街资方代表的融资应酬是我们 Q4季度的重头戏，对方点名要您亲自出席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今晚的融资应酬取消。陆总，
资方代表已经在酒店顶层套房等候，现在取消，预估损失在9位数以上，并且会严重影响集团明年的战略布局。那就让他们等着，等不了就让他们滚回华尔街。哟，这不是以前老爱在街口溜达的小林吗？陈叔，好久不见啊！得有5、6年没见着你了吧？大冷天的站那风口里干嘛呢？等男朋友啊？没有，就是刚好路过，随便看看。这地方啊，还真没怎么变。你现在站的那个位置，当年小陆也天天站。小陆，他以前经常站在这里吗？可不是嘛！5年前他刚来我这儿打工的时候，穷得叮当响了，每天半夜不回宿舍，就喜欢一个人站在你那个路灯底下，冻得直哆嗦，手里还死死攥着个破手机，有时候盯着屏幕能傻笑半天，估计也是在等哪个姑娘的消息。他真的是个傻子。陆总，你叫我什么？陆总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今晚不是有很重要的融资应酬吗？因为他收到了最后一条指令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永远陪着你。你很棒，一直都很棒。那些5年前我窝在沙发上吃着零食随手敲下的文字，此刻像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将我彻底罩住。陆总，您在背什么台词呢？这附近是不是在拍戏啊？太巧了，我正好路过。那个，我明天早上还有许经理布置的报表要交，我先回去了。林雨桐，你还想往哪儿跑？陆景言，你弄疼我了。疼？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条街上5年的账，我们要怎么算？神仙姐姐，陆总，您喝多了吧？今晚不是有融资应酬吗？您认错人了，我叫林雨桐，我是市场部新来的，我不是什么姐姐。认错人？林雨桐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当年注销了那个虚拟号码，以为删掉 App 就能人间蒸发，但我把你发给我的每一条信息都打印了下来。2018年11月14日，你让我躲开滚烫的开水。同一天，你抱怨老陈的面条放了太多葱花。2018年12月24日，平安夜，你说你想看那部新上映的爱情片，我用我半个月的饭钱买了2张前排的票，在这个路灯下站了整整1夜。你呢？我那天手机坏了，登不上。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找我？为什么彻底消失？我怎么知道你还在等？我以为那只是个游戏，我以为你早就把我忘了。既然你早就认出我了，为什么还要装作不认识来折磨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在公司有多害怕？你当着全公司的面扣贺星驰的绩效，让我手洗你那破西装，还把我连人带桌子搬进总裁办。你还戴那个小黄牙领带，你是不是觉得看着我在那儿担惊受怕，跟个小丑一样，特别有成就感？我戴小黄牙领带，是因为你让我戴。林雨桐，你太滑头了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缩回壳里。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我是谁，你肯定会因为我们身份的差距吓得连夜离职。所以我只能用温水煮青蛙，一点一点把你逼进我的领地，让你习惯我的存在，直到你再也逃不掉。那你煮熟了吗？5年的暗恋，今天终于可以结束了。那个陆总，我刚才是不是把鼻涕蹭你大衣上了？既然已经掉马了，林小姐是不是该改个称呼？或者你更喜欢叫我赛博火焰王？学弟，
小学弟、景琰都行。不过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明天早上许经理还要收报表呢，我今晚还得加班。你的老板现在正在给你当司机。至于许云的报表，如果他明天还敢找你要报表，我就让他去江北跟贺星云一起对接张总的项目。这就直接带回家了，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让我开门？我怎么知道密码？打开它，林雨桐，去看看你5年前随口对我许下的事情。密码是多少？你的生日。陆总，不是学弟，要是我输错了，这门会不会直接报警把我抓走？如果你连自己的生日都能记错，我不介意亲自打110。还真是我的生日，你这算不算侵犯员工隐私？百川集团的法务部随时恭候林小姐的起诉。现在进你的家。这装修风格真是原汁原味的活阎王店啊，连个抱枕都没有。你平时坐在沙发上不嫌硌得慌吗？因为这个空间的主人这5年里没有心情去挑抱枕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在你让我带那条蠢透了领带去上班的第2天。跟我来。这不是我5年前抱怨宿舍椅子太硬，随口说想要一个能把自己整个陷进去的巨型蛋黄蛋沙发吗？找了3个国家的设计师定做，才勉强达到你要求的丑萌标准。连这个都有。我当时明明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吐槽了一句电影院的爆米花不够甜。以后要住在一个有星空顶的房间里，要养一只不会掉毛的赛博狗，要把讨厌的老板按在地上摩擦。陆景言，你疯了吗？是疯了，所以看中间。这是我？你什么时候拍的？5年前你来面馆吃面的那个晚上，我端着盘子躲在后厨门边，用骚部连对焦都坏掉的破手机，偷偷拍下了我神仙姐姐唯一的影像。这个是你周末衣服里掉出来的那个？你堂堂百川集团的总裁，天天在几万块的高定西装里藏着个10块钱地摊货？不是10块，是5年前老街夜市上套圈套来的，花了我8块钱。那是我当时全身上下除了买泡面之外仅剩的财产。我想送给我的神仙姐姐当圣诞礼物，可是我太穷了，穷到不敢站到你面前，穷到连送出这个廉价垃圾的勇气都没有。等我终于攒够了买一张去见你的高铁票钱时，你的号码却再也打不通了。陆景言，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。8块钱的礼物我收下了，作为回礼，神仙姐姐现在要把这个赛博活阎王没收了。